处女膜是不是在比较深处？要放进去，就是阴茎放进去之后，弄到最后用力把它戳破，还是我自己用力戳，处女膜就会破掉？那其实我想告诉大家，就是处女膜这个膜，它会就是一个让人容易误会的一个字词，但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了嘛。那我想告诉大家，就是来看这边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这边好，你们看哦，这是女生的下体。如果女生把脚打开，看到的大概就会是这样。这个是已经拨开的了。好，听好哦，这是尿道，这个是阴道。好。阴道呢，在还没有性行为之前，也就是现在正在发育的小女生们，女生大概10岁，其实男女大概10岁左右，但是男生会稍微晚一点点。那开始发育的女生们呢，你们如果打开那个阴道，本来就会有一个孔，这个是原本。长大，现在是假设我现在我13、11、12岁好了，尿道在这边，那阴道它本来就会有一个孔哦。女生的阴道不是完全密封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个小小的孔，它有的是一般大部分都是长一个孔状，但是有些人会有不同的形状，那这个我们另当就这个我们就不讲了。我们先说，在还没有性行为之前也是有孔的。那这个孔呢，重点是为了要让经血流出来，它不可能是密闭的。如果它密闭的话，你就会在你青少年月经要来的时候，你发现你怎么没有经血，这个时候应该就要去找妇产科医师了。正常的女生，不管你有没有性行为，不是说一定要性行为才会有洞才能流月经，没有这回事情。女生本来阴道口就有一个小洞，本来就有，性行为之前也就有的，记好哦。好，那什么是处女膜呢？那所谓的处女膜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圈肉？这一圈，这边你们看到这一圈，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处女膜。那对我来说，它没有破不破的问题，它一直都存在。为什么呢？让我来告诉你们，这个是一开始每一个女生，我一直强调，每一个女生都有小小的洞，每一个都有。那处女膜呢，指的是这一圈肉肉，这个肉肉不是一个说什么外面这边有一层很像保鲜膜的东西呀，你把它搓开，没有。在青少年的时候就会有个小洞了，因为你要让你的经血流出来。好，那开始了，为什么女生第一次会比较痛，或者是说那处女膜，什么叫处女膜破掉？那今天呢，假设阴茎要放进去的时候，你看哦，那个洞那么小，那阴茎它有一定它的粗度，或者是你用手指也都可以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你们看哦，假设第一次要慢慢的，一定要慢，好，慢慢的进去，好，进去之后，这个是模型，不是真的这么那个，好，进去之后，你们看哦，因为我刚做了一些手脚等等，好，拔出来了。第一次，你们还记得刚刚那个小洞吗？那我刚刚第一次进去了嘛，然后出来，代表我做过第一次了。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什么变化？有看到变化吗？刚刚是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平滑的肉肉？那因为经过第一次阴茎进去，或是你手指进去，或者是你骑脚踏车有碰撞到这边，那你就会发现这边有裂痕，这边有裂痕，这边有一点裂痕，对吧？刚刚没有这个裂痕嘛，因为进去之后出来，阴茎进去。骑脚踏车震动，或者是你的手指头进去，
都有可能让这个洞洞旁边造成裂痕。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肉，你进去之后造成这个裂痕，就跟你把你的鼻孔往外撑到它有一点破皮的那种感觉啦。但是这个应该没有那么厚，那为什么处女，人家以前说处女会流血，就是因为这边有伤口导致的流血。但是这个流血并不会像电视上演的那样一滩血，因为你们想，你看这样子的伤口怎么可能流一滩血？不可能。那有些人也会说，我第一次怎么没有流血？因为每一个人的弹性不一样。如果你很慢，你的这边的弹性够好，这个阴道这边，因为这个是模型，那这个阴道的这个模型呢，这个正常的阴道是有弹性的，它是可以扩张的。那当你扩张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裂开就会长这样子，这样懂吗？那有没有流血不重要，有些人发现流血是好，做完爱之后去厕所上厕所，上完之后你用卫生纸沾了，发现怎么粉粉的，那个就是了。那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，有些人不会在第一次，有些人会在第3次、第4次。那个处女膜破了，就只是这个圆圆的破掉。那个破掉不是说像玻璃杯破掉，没有，它就是开始有裂痕，然后这个小洞洞呢就会变得稍微大一点点，但是稍微大一点点也不会大到哪里去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再怎么大也大不到哪里去，所以这个小洞洞，我再弄一下，这个是好，再弄一次给你们看。好，这个是青少年女生还没有过性行为，女生的阴道就有小洞了，因为要让经血流出来。那不管你是骑脚踏车震动啊，或者是你的手指头啊，或者是阴茎啊，放进去之后，你看阴茎不可能那么细吧？这个是跟针一样细的放进去之后拿出来，那为什么女生会痛？因为这边本来都是紧闭的，那你要有一点点，你进去之后会有一点撕裂伤，所以我才说，在你们进行第一次性行为的时候，请你一定要很慢，然后拜托你们，不管你觉得你厉不厉害，一定要用润滑液。是让女生可以减少疼痛，也可以减少男生的摩擦痛，拜托你们。因为女生第一次，如果你让她感受不好的话，她未来这一辈子有可能都不喜欢做爱了，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对女生？好，那进去之后呢？好，进去之后看到了没？进去之后这样很清楚吧？就会开始有裂痕，这个就叫做处女膜破掉。那这个破掉呢？这个很大，只是为了模型，正常的尿道也没有长这样子，请看回来这边，拜托。那这个东西就叫处女膜破掉。那比如说这一次破这边，那这个是破皮哦，你们把它想成破皮。那破皮它是会愈合的，它会愈合，所以有些女生在当下做爱完会有点刺痛痛的，那没有关系，你就保持干燥，那么它就会慢慢愈合了。愈合之后，下一次一样，你又进去再出来，它也许下一次的裂痕在这个地方，它也许下次的裂痕在这边，所以你也有可能再流血，都是有可能的。那个裂痕是会修复回来的，所以处女膜破不是说真的一个东西破或代表什么，它就只是一个你原本一个很像看起来密闭的一个圆圆的这个肉，它变得因为有破洞了，这样看到，因为有破，就是变成是好。假设是这样，因为破了，所以它的洞，女生的阴道可能就变成是这样子，这样很够理解吧？刚刚是一个小洞，那经过阴茎或手指或者是脚踏车，反正震动之后，它的洞也许就会变得比较大一点点。可是不用担心，这个跟松紧，这完全不影响到松紧，完全，除非你的阴茎真的小到不太可能啦，基本上不可能。好，那再来这个裂缝，它就是处女膜破了的意思。
不是一层膜，它是一个肉肉，不然怎么会流血？这个是肉肉，它不是一个薄薄的膜，听懂吗？它不是处女膜，我会觉得如果是要这样称的话，你可以称它为处女层，但是因为以前比较保守的关系，所以会叫它用处女膜。其实处女膜这个字，我觉得有一点对，我自己认为啦，我觉得可以把它改掉，就甚至不用用它。其实因为这个一点都不重要。如果你真的很在意的话，医美你们去咨询专业的医师，这个处女膜这个东西，这个处女膜是可以重建的，可以重建，你们可以重回你青少年的样子或是什么的，这些都是可以重建的。所以我是觉得男生也不用太在乎，或女生自己在乎啊，我怎么办？我没有处女膜，我会不会被人家觉得我不好？人家觉得你好不好，是在于你怎么看待你自己，不是取决于处女膜的存在有或没有。每个女生都一定有处女膜，而且我认为，甚至你在性行为之后，处女膜还存在，它只是破皮，不能说破皮，它只是破裂了。那它会有它另外一种存在的形式，跟我们共存，就会变成是这样。刚刚是一个小点点嘛，现在是会裂开这样。好，那讲了，那刚刚那个问题是说，会不会在深层，是不是在里面，男生要撞很大力才把它撞破，或者是我自己手要进去戳把它戳破？好，另外来这边看，来看这边，这个呢是女生的阴道到子宫，这个呢，这个是外部嘛，外部的女生这样子啦，这样子看，好。这个是阴道，阴道进去之后呢，就会从这个子宫上去，对不起，讲错了。这个阴道口进去呢，侧面就会从这个阴道来这边了。好，我要给你们看咯。刚刚这边看好，看好。刚刚说了，外面刚刚这边处女膜，然后阴茎放进来之后，它里面有没有什么膜需要戳破？没有，你们看，这个完全这个阴道到子宫颈，这两片是子宫颈，阴道到子宫颈，我说过的就是7到9公分。那你在高潮的时候，这个子宫颈会退后，大不了10公分左右。所以这一段就是从刚刚那个小洞。刚刚那个阴道进来就到这边，所以阴道里面并没有任何的膜需要去戳破它。那如果男朋友跟你说，我明明就有顶到东西啊，那个膜要把它戳破，男生顶到的是这一个叫子宫颈的东西。那这个子宫颈呢，除了你在生产，或者是你有特殊的体质，那我不讲特殊了。除了你在生产的情况之下，这个子宫颈是密闭的。那这个密闭也不是完全闭合，因为月经的经血要从这边流出来，所以它也是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，它也是有一点点打开。可是它这个打开，阴茎是进不去的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，也不用想说什么阴茎太长会不会从这个地方跑到子宫，然后去弄到宝宝。并不会，到这边最多到这边就停了。你再长，只是一直在戳女生的子宫颈，她会不舒服而已，不可能再进去了，不可能。正常的生理结构不可能，听清楚。所以不管你自称几百公分，就是在这边顶，那你就是外面留很长一条，这样可以听懂吗？我现在不想跟你们争长短了，女生的阴道就是这么短。所以我才跟你们说，只要你们的阴茎有10公分，它是可以在里面这样子摩擦的，就够了。你要这么长，而且重点是你在摩擦，你就算因为男生的龟头想要碰到子宫颈，因为龟头敏感嘛，所以男生会很喜欢这样子碰。那你这样碰没有不行，可是请你不要这样冲撞，你就是进去。轻轻的碰到就好了，轻轻的碰到就好了。然后这边可以快，然后轻轻的碰到，请你不要冲撞，你冲撞这个门也不会开，懂吗？那只是会让女生不舒服。那这个刚刚第一个你看这个口阴道口，你用冲的进去，已经让女生不舒服了。你们想用你们用大拇指戳鼻孔，
你们现在男生自己用大拇指往鼻孔里面硬戳，你的鼻孔这边会不会痛？如果这边会痛的话，那就很像阴道口这样被戳进去。如果你要挖鼻孔，假设只能用大拇指挖鼻孔，那你会怎么挖？一定会用润滑液慢慢的这样子伸进去挖嘛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是一样的。一样的道理，不是说一样，这个不是阴道，这个叫鼻孔，阴道在这边，这是阴道口。好，那所以呢，第一个处女膜它不是一层膜，不管女生有没有过性行为，都会有一个洞在这边，这个叫做阴道口，请你们听清楚，年轻的小女生也一定要听清楚，你们是有一个洞，这叫做阴道口。那这边呢，就是处女膜，就是在指这一个肉。那什么叫处女膜破掉呢？处女膜破掉，这个是我比较夸张的，不要看。好，这样，处女膜破掉就这样。处女膜破掉呢，就只是这个口变大了一点点，因为这边有伤口了，那这个伤口呢会愈合，所以只要一个女生你现在也是哦，你三四十岁也是，如果你很久没有做爱，你再做一样也会很痛，因为这边是会愈合的。所以阴道口不太会可能松到哪里去，要松的话也是这个我们之后再讲，我们今天讲处女膜就好，不要讲太多，这样听懂了吗？所以阴道口刚进来就是接着阴道进来，接着就是子宫颈了，子宫颈它没有入口让你的阴茎跑进去碰到子宫里面的任何东西，宝宝的头宝宝的脚都没有，请不要再说这些话去吓孕妇或者去吓谁了，没有，你再怎么碰就只有碰到子宫颈，只有大力跟小力的差别。那大力女生就不舒服，那你温柔小力女生也许这个地方子宫颈穹隆前面这边有个 A 点，如果你小力一点不要那么大力，其实有些女生是会感受到 A 点的高潮的，这个我们之后再讲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处女膜它是从把它盖回去，好，是盖回去了，盖回去就长这样嘛，所以你们就从这边进去嘛，因为你们看不到啊，你们平常看不到都不知道你们里面到底怎么样。所以我给你们看，女生里面就是长得是这样子，女生们也请你们自己看好自己的身体，这是很神圣的地方。以后未来长大，这边是有内膜的，会有宝宝住在这边的。至于你的第一次要给谁，你们一定要想清楚，不是说，请不要把第一次拿来当做感情里面的筹码或是赌注。只要你想清楚，只要你跟这个人在感情里面，他可以让你感受到尊重，你要跟他有性行为之前做好安全的性行为，基本上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，这个其实就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啦，听得懂吗？那我是觉得有点丑，所以今天这个处女膜，我希望用模型给大家，你们可以听得清楚，就是它最多就是变成有点大一点点嘛，对不对？大一点点，那大一点点就大一点点而已，并不会因为第一个，并不会因为这个膜破掉了，你就变得很松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你做爱只会越做越紧，这个以后再告诉你们。第二个，你很久时间没有做，那为什么会很痛？就是因为这边愈合起来了，就这样。就是这样而已。那女生，你更应该在脚打开看到自己的私处之后，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。你看完之后，你还会想要随便让一个男生的阴茎随便放进去吗？所以青少年的女孩子们，我很感谢你们来问我，所以我今天来回答你们，不要害怕去面对自己的欲望跟自己的欲望跟这件事情。那如果家长对这些事情会反对的话，我的立场是，我觉得你们还是尊重你们自己的家规嘛。那就我自己的立场，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只要面对自己的欲望，重点是安全的进行。那男生，你看了女生的这些器官，你应该知道，你进去的那个地方，它不是一个道路，也不是一个让你冲撞的地方，你会让他不舒服的。所以请你轻轻的，你们只要开始想说，为什么我一定要轻轻的，为什么我不能用力，
你用大拇指往鼻孔戳进去，你很用力的戳，因为我们鼻孔里面也是黏膜嘛，阴道里面也是黏膜，你就很用力的戳，然后一戳，看你爽不爽，还是慢慢的进去，慢慢的进去，你会比较舒服。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同理那个疼痛的感觉，不是说这里是阴道哦 ，OK 吗？好，所以刚刚的问题不需要伸进去弄破它，也不需要里面没有膜，膜就是在外面。那这个呢，我不想称它做膜，它就是一个本来存在的一个结构。那这个结构呢，会随着我们长大有了性行为之后，这个结构会有一些改变。什么改变？它会有一些破裂的伤痕存在。我一直觉得处女膜还在，只是它用不同的形式留存着。所以并没有什么处女膜没了就没有就不是处女。现在这个是不是什么年代了？你要处女膜，你去找医美整形外科的医师还是医美，你就可以有处女膜了。我觉得啦，与其用形式去定义一个人，还不如真的是用心去感受这个人的心比较重要，这是真的。希望那个小美眉，那2-3个问的小美眉今天有在，那也希望听完之后你们可以更重视我们女生自己的私处，那男生呢也可以更尊重、更理解女孩子你们放进去的阴道是一个很脆弱、很需要男生轻柔慢的一个地方。